歡迎來到蓮華禪境，一個專注解讀佛法智慧的頻道。我們今天從蘇東坡62歲被貶海南的那一刻聊起，探尋一個不被生活鎖住的心靈奧秘。北宋元符3年，蘇軾62歲被貶到儋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島。那時的儋州是瘴氣橫行的蠻荒之地，宋朝官員被流放到那裡，多數有去無回。朝野上下都知道，這一次蘇東坡大概是回不來了。然而3年之後，朝廷大赦，接到了可以北歸的詔令。按常理，這應該是一個老人落淚，慶幸活着回來的時刻。他卻提筆寫下了這樣一句話：九死南荒無不恨，茲由其絕官平生。他說他不恨那九死一生，儋州那3年是他一生中最奇絕的經歷，不是最痛苦的，是最奇絕的。一個被發配到死地的老人，在最應該憤恨、最應該崩潰的處境裡，依然保有着豁達與奇絕體驗。這句話背後藏着一種轉換生命痛苦的奇絕心法，讓一個人可以在任何處境裡都不被那個處境的敘事鎖住。這絕非阿 Q 精神，也不是強迫自己想開。蘇東坡在儋州辦學，研究草藥，認真地吃着生蠔，從未假裝不苦，但也從未被“這是苦難”這4個字鎖住。這背後恰好對應着佛法裡最核心的2大智慧：唯識與中觀。今天就來談談這件事，看看他們如何幫我們解開人生的局。聽到這裡，可能有些好奇，蘇東坡到底在儋州經歷了什麼，能寫出如此超然的詩句？現在就回到那個荒涼的海旅，看看如何在生活裡運用唯識與中觀的智慧進行轉化。當年蘇東坡初到儋州，面臨的處境完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絕地。沒有遮風避雨的官邸，只能在漏雨的竹屋裡棲身；沒有粟米供應，時常面臨斷炊的危機；語言不通，水土不服，疾病纏身。然而，這位花甲之年的老人，並沒有像同時代被流放的官員那樣，整日坐在屋裡唉聲嘆氣，怨天尤人。他換上當地粗糙的短衣，挽起褲管，和那裡的黎族百姓一起下田耕作，閒暇時一同上山採摘草藥，甚至給當地人看病開方。他看到儋州文化落後，竟然在廢墟上自建學堂，親自抄書授課，培養出了海南歷史上第1位舉人。到了大寒之日，連基本的溫飽都成問題時，他卻興致勃勃地給兒子寫信，描述如何烤生蠔，還俏皮地叮囑千萬別把這個吃生蠔的秘密告訴朝廷裡的政敵，免得他們來搶。這種活法展現了極強的生命韌性，在最艱苦的環境裡，沒有將自己鎖在落魄最沉的悲慘敘事中，而是對當下的每一件事全力以赴。這種轉化就是唯識學中講的識變。境遇本身並不是一塊敲不碎的鐵板，同樣的儋州在別人眼裡是人間地獄，在蘇東坡眼裡卻成了奇絕的淨土。這就說明苦難的邊界從來不是客觀存在的，而是由識去體驗，並且可以通過心念去轉化的。到底是什麼決定了世界在我們眼中的樣子？試着在腦海中勾勒這樣一個畫面：此刻正坐在一扇巨大的變色玻璃窗前，看着室外。如果這扇玻璃是深藍色的，那麼窗外的街道、行人，哪怕是燦爛的陽光，都會籠罩在一層憂鬱冰冷的光暈裡。如果玻璃變成了溫暖的粉色，世界頓時顯得柔軟而充滿希望。其實每個人從出生開始，都在通過自己的習慣、業力、認知和情緒去打量這個世界。這扇變色玻璃就是唯識學所說的識。
所見、所聽、所感受的一切，沒有一個能繞過這扇玻璃，全都經過了主觀的染色。我們自以為看到了客觀的真實世界，其實看到的只是被實變現出來的投影。這就是唯識宗的第一層奧秘。想要改變處境，先要看清自己這把染色的鏡片。然而，智慧的思索並未到此為止。如果進一步追問，既然那扇彩色玻璃徹底決定了世界的顏色，那能不能把它拆下來，徹底砸碎，看看那玻璃本身的材質到底是什麼？當真正去觸碰、去拆解這扇玻璃時，會驚訝地發現，它並不是一個獨立、永恆存在的實體，它是由細微的砂石經歷高熱的爐火熔煉，再伴隨着各種工藝合而成的因緣產物。一旦離開了砂石、熔爐乃至製造它的工匠，這世上根本沒有一種叫做玻璃本質的獨立存在，它本身就是空的。這就是中觀的第二層境界。不僅外在的處境是被我們的心扭曲和染色的，連那個負責染色的主觀的心，那個起心動念的執着，本身也是各種因緣交織的幻影，沒有自性，本質為空。明白了這一層，就不會再去死死揪住自己的執念不放，不被鎖住。在這樣的關照下，痛苦便失去了着力點。在理解這段玻璃窗比喻的玄妙之後，可以試着在評論區留下“無住生心”這4個字，在自己的心裡種下一顆不被執念困擾的智慧種子。如果覺得蘇東坡的故事離我們太遠，不妨來看看修行人最容易犯的一個隱祕錯誤。我們常常以為自己是心靈的主人，卻不知道連那個在修行的自己也是實的幻影。曾經有一位在山中苦修多年的修行人，在一次深度的禪修中，突然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靈與喜悅。那一刻，山風止息，雜念全無，內心猶如一潭秋水，不起半點波瀾。連續幾天都沉浸在這種美妙的境界中，自以為已經摸到了開悟的門檻，甚至覺得已經降服了這顆躁動的心。然而好景不長，幾天後，山裡連續下了幾天暴雨，柴火濕透，腹中積餒，再加上身體關節的隱痛，那種空靈的喜悅瞬間煙消雲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煩躁和焦慮。慌亂之下，急忙去請教山裡的一位老祖師，焦急地問，到底該怎麼做才能重新找回並保持前幾天那種清淨的境界？老祖師靜靜地看着，沒有給任何安撫，反而拋出了一個冷峻的問題，問的是怎麼保持境界，還是怎麼成為境界的主人？修行人一時愣在原地，無言以對。老祖師微微嘆了口茶，接着開示道：能被境界的好壞帶着走的是客人，不是主人。當覺得清淨喜悅時，覺得那個我在享受清淨；當覺得煩躁痛苦時，又覺得那個我被困在了痛苦裡。那個焦急DA 想要保持清淨，害怕失去境界的我，本身不就是最大的執着嗎？這個拼命想要掌控局面的我，和外面那些隨風飄落的樹葉一樣，都只是實在運行的投影罷了。聽完這段對話，不免讓人脊背發涼。在日常修行或面對生活困境時，常常習慣扮演一個掌控者。當生活順遂，心念清明時，覺得已經勝券在握；一旦逆境現前，情緒失控，便急於去降服這顆心。其實，這種所謂的修行，依然只是在影子裡抓影子。那個自以為在修行、在主導、在降服雜念的主觀自我，本質上只是阿賴耶識裡那些微細種子在因緣成熟時的變現。它並不是不動的主人，而是一個在台前拼命演戲的演員，卻誤以為自己是掌控整場戲的導演。如果認不清這個真相，那麼無論如何努力，
都只是在實的迷宮裡打轉，把虛幻的客人當成了真正的主人。這正切中了許多人在理解佛法時最容易產生的誤區，將唯識學中的十變簡單地等同於世俗雞湯式的心造或心態決定一切。現在有許多流行的說法，提倡只要換個心態，世界就會變好，或者認為心想事成，心靈可以創造一切。這種心造萬法的說法看似積極通透，實際上卻暗藏着一個極其危險的邏輯，那就是默認有一個獨立於外境之外的強大的自我存在。這個自我可以像魔術師一樣，隨心所欲地去主宰、掌控和創造客觀世界。這種做法非但不能解脫，反而極易助長微細的自我執取，讓人陷入必須掌控一切的控制狂熱中。唯識宗所說十變，其法義深度遠非如此淺薄。寒山大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，若能了達唯識，則知無始時來妄想執着，皆是自心所現。這裡的自心或識，絕不是那個能主動思考、做決定的主觀意識或理性自我。識的變現，是由阿賴耶識中無數無始劫來積攢的業力種子，在遇到外緣時，像爆米花一樣身不由己地碰撞噴湧出來的過程。這就意味着，連那個正坐在這裡試圖用理性去分析、去調整心態的自己，也是這些業力種子在背後支配、被動變現出來的產物。它是被決定的，而不是主宰者。因此，唯識的智慧不是在教人們如何去掌握一種心造萬法的超能力，去強行改變世界或淨化世界。相反，是要人們徹底看清，根本沒有一個孤立永恆的掌控者在幕後指揮。明白了這一點，在面對生活中的起伏與內心的波瀾時，便能不再升起那份緊繃的控制欲，從而打破因過於執着控制而產生的微細自我執取，真正步入唯識的妙用中。明白唯識的道理後，可能會對另一個佛法概念感到恐懼，那就是中觀所說的空。很多人一聽到空，就覺得什麼都沒有了，那努力還有什麼意義？真的是這樣嗎？接下來聽一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真實故事。有一位在中產階層打拼多年的男子，在同一家外企整整服務了20年，到了45歲那年，突然遭遇公司架構調整，一直解雇信，讓引以為傲的中產生活瞬間坍塌。20年來，他的整個生活作息、社會地位，甚至是人格尊嚴，全都是由那份工作和那個職位來定義的。失業後的第1個星期，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與羞恥中。每天早上依然像往常一樣，穿上筆挺的西裝，打好領帶，皮鞋擦得锃亮。可當走到玄關，手碰到門把手的那一刻，卻僵在了原地，不敢打開那扇門，更不敢面對門外那個已經不再需要他的世界。於是連續幾天就那樣整齊地穿着無形的西裝，神情落寞地坐在玄關的矮凳上，像一個等待判決的囚徒，任由焦慮和挫敗感將自己吞噬。直到第7天的清晨，窗外下着細雨，天空蒙着一層灰藍色，沒有像往常那樣掙扎着去穿那套西裝，而是破天荒地只穿着一身寬鬆的睡衣，他拉着拖鞋走到了窗前，手心捧着一杯溫熱的黑咖啡，看着蒸汽在空氣中慢慢氤氲消散。窗外清晨的街道上，行人行色匆匆，車輛川流不息，世界的齒輪還在照常旋轉。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，沒有了西裝革履的包裝，沒有了名牌手錶的襯托，只是一個疲憊卻真實的普通人。在那一刻，內心突然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鬆弛與清明。
雖然失去了那個體面的職業，失去了社會給定義的身份，但此時此刻，呼吸還在，生命還在，這個能喝咖啡、能看雨景的自己還在。那一刻明白，過去一直把自己死死鎖在那個高級經理的軀殼裡，以為失去了那套西裝，人生就徹底完蛋了。可現在，當主動脫下西裝，失去了那個固定的形狀，反而重新擁有了去嘗試任何可能，去過另一種人生的自由。喚醒回扣，還記得在開頭一起寫下的無助身心嗎？當這個男人脫下西裝，不被職業給他的形狀鎖住時，他才真正開始走向了自由。這就是中觀裡最核心的智慧。空，許多人往往把空誤解為消極的無所有，或是虛無的毀滅，認為既然萬法皆空，那眼前的生活、努力奮鬥便都沒有了意義。其實，中觀派所闡述的空恰恰相反，這裡的空指的是無自性。所謂無自性，就是沒有任何事物是可以孤立存在、恆常不變、擁有固定實體的。那個男人的職位不是永恆的，痛苦不是固定的，甚至連那個失敗的自己也是因緣和合的產物。正是因為世界是無自性的，一切都在變動不居中，因果才能真正運作。當下的每一次轉念和改變，也才有了落腳的可能。如果一切事物都擁有固定不變的自性，那麼富人將永遠是富人，窮人將永遠是窮人，痛苦的人將永遠被鎖住在痛苦裡，沒有任何解脫的希望。正如龍樹菩薩在中論中所說的名句：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這句金石之言點出了宇宙最深奧的秘密。正因為有了空性，有了不被任何固定狀態鎖住的無限空間，世間萬物才能得以升起，生機才能得以延展，生命才能在廢墟之上重新開始。這與蘇東坡在耽荒之地不生不滅、無執無礙的狀態完美地產生共鳴。空不是讓人變得一無所有，而是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相：因為本來就一無所綁，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重新開始。到了這一步，我們終於可以來回答今天最核心，也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了：唯識和中觀到底哪一個更究竟？關於這個問題，佛門中曾有過無數次的辯論，而民國時期的太虛大師曾給出一個無比絕妙的回答。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那段歷史，民國時期的佛教界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。那是一個新舊思想碰撞，傳統信仰遭遇現代科學與西方哲學猛烈衝擊的時代。太虛大師當時站在風口浪尖，致力於推動佛教的現代化改革，試圖挽救日益邊緣化的佛教。就在那個時候，佛教內部關於學術和教理的爭論也達到了頂峰，尤其是唯識宗和中觀宗的追隨者們彼此筆伐口誅，爭論不休。唯識學者認為萬法唯心，阿賴耶識才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源泉，而中觀學者則堅持萬法皆空，沒有任何實體執着於有一個變現一切的實，依然是不究竟的法執。兩派弟子不僅在佛學院裡變得面紅耳赤，甚至在報刊雜誌上也是論戰不斷。太虛大師當時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，守舊派指責他標新立異，破了祖師規矩，而一些激進派學者則質疑他，既然在講堂上口口聲聲說中觀的性空是究竟真理，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大的力氣去深入講授那些名相繁複、條理冗長的唯識唯境理論？這不是在自相矛盾、畫蛇添足嗎？面對各種洶湧而來的質疑與詰問，太虛大師沒有選擇在冰冷的學術名詞堆裡進行無休止的研究和辯駁，
在一次信眾與同修雲集的法會上，台下的空氣裡依舊彌漫着關於兩派優劣的爭論氣息。太虛大師緩緩走到講台中央，沒有翻開厚厚的經書，而是溫和地耳看着台下的學者與信徒，公開做了一個流傳至今的比喻。大師指着窗外飛過的飛鳥說：“你們真的是鳥的左翼更重要，還是右翼更重要？但你們忘了，爭這件事的時候，鳥沒有在飛。”大廳裡瞬間安靜了下來，只留下微風穿過樹梢的沙沙聲。在這個絕妙的比喻中，唯識與中觀高下之爭的荒謬性被剖析得淋漓盡致。修行不是坐在書齋裡給教理打分，不是拿着尺子去丈量哪一個法門顯得更高級。唯識與中觀就像是一隻大雁在空中翱翔時的雙翼，缺少任何一隻大雁都會瞬間失去平衡，從雲端重重墜落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太虛大師針對這種割裂教理的現象，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，那就是法相畢宗性空。法相畢宗性空，這簡單的6個字，字字句句都是直指修行真相的謹惻之言。在實際修行的道路上，如果沒有唯識宗那套精密如手術刀般的轉識成智的具體轉化功夫，去審視自己的貪嗔癡，去梳理自己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升起的念頭，那麼中觀宗所說的本來無一物或者萬法皆空，極其容易變成不顧因果、逃避現實的口頭禪。這在禪門中被稱為狂禪或頑空。這種人嘴上說着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不執着，但當生活的巴掌真正扇到臉上，當名利得失、生老病死切切實實地砸在身上時，內心深處那股由潛意識裡的業力種子引發的痛苦和怨恨，卻一絲一毫都沒有減少。這種空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防禦，是在用高深的名詞掩蓋自己無力面對生活真相的軟弱。反過來，如果缺少了中觀那種無自性的浩瀚如虛空般的空性視野，僅僅在唯識的教理中打轉，修行的道路就會走向另一個相反的極端，很容易會在心頭築起一座堅硬的自我之牆，會每天盯着自己的每一個念頭，小心翼翼地計算着，我今天消減了多少業障，我的心是不是變得比昨天更清淨了？我正在修行，我比那些不學佛的人更有智慧。在這種微細的自我表揚和直取中，會越修越緊，越修越累。那個正在修唯識、正在轉識成智的自我，反而變成了最大最難打破的執念，這就落入了隱微的法執之中，像一隻在絲繭中作繭自縛的蠶，最終被修行本身給死死捆住。所以唯識與中觀從來都不是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陣營，他們沒有高低之分，更沒有優劣之判，他們是同一個生命實相的一體兩面。唯識像是一面精細的鏡子，教我們在凡夫的因果世界裡，如何不被外在變現的幻境欺騙，如何在每一個念頭的當下積極進行生命的轉化與升華，不逃避不宿命，而中觀如同一片遼闊無垠的虛空，教我們如何在面對這台由業力編排的生命戲劇時，不執着於這場戲的內容，更不執着於這個正在扮演角色的被變現出來的虛幻自我，從而在萬法無自性的空性中獲得徹底的釋懷與解脫。下一次，當我們再次感到心中的困惑，或者面對生活的重大抉擇，想要去探尋哪一個法門更究竟、更高級的時候，不如合上經書，靜下心來，誠實地質問自己的內心，在唯識的行持和中觀的智慧之間，在面對當下這個實實在在的具體的現實困境裡，自己究竟是缺少了精進改變、照看念頭的那隻翅膀，還是缺少了看破放下、本無一物的那隻翅膀？
或許還在疑惑，唯識和中觀在真實的生活裡究竟如何同時運作？在面對生離死別、世事無常時，該怎麼用這兩個智慧？接下來走向醫院深夜的走廊，看看一位母親、一位妻子是如何同時扇動這兩隻翅膀的。深夜12點的重症監護室外，燈光慘白，空氣裡彌漫着消毒水與焦慮交織的刺鼻氣味。一位接近60歲的女性獨自坐在冰冷的長椅上，手中緊緊攥着一支黑色的簽字筆。長椅旁邊的地面上散落着一疊剛剛簽好的病危通知書、自費同意書。躺在裡面的是相伴了30多年的老伴。突如其來的腦溢血讓這個家庭瞬間墜入深淵。這幾天每天都在經歷極度痛苦的抉擇，要不要做高風險的開顱手術，要不要用昂貴的自費進口藥，拼盡全力，可能人財兩空，放手就是永遠的訣別。那幾天內心就像有2個小人在瘋狂地拉扯，一邊是強大的道德責任與情感執着，催促着去打聽名醫，去借錢，去簽字，哪怕只有1%的希望，也要100%地去拼。另一邊，耳邊又不斷響起平日裡聽到的佛法道理，旁人也在勸要學着放下執着，接受因果無常，不要過度治療，讓他少受點苦。這2種聲音在腦海裡打架，整個人幾乎要被撕裂。拼，覺得自己是在執着幻象，越修越退步；放，又覺得冷酷無情，良心備受折磨。修行為什麼到了生死關頭，反而成了加重痛苦的鎖鏈？直到那個深夜，簽完最後一張同意書，看着護士拿着單子走回病房，精疲力竭地靠在牆壁上，聽着走廊盡頭儀器單調的滴答聲，那一刻突然有一種奇異的寧靜降臨。看着那支剛剛簽完字微微發熱的筆，突然想通了。在簽字的那一刻，竭盡全力去思考，去溝通，做出當下所能做出的最好決定，這不就是唯識嗎？心念沒有放棄，在因果的相狀裡，用最大的善意和努力去變現，去爭取最好的因緣，積極面對，絕不逃避，這就是唯識的妙用。但在簽完字，把筆帽蓋上的那一瞬間，把結果交還給因緣，不再去反覆糾結，如果失敗了怎麼辦？我是不是選錯了？不再試圖去掌控那個根本無法掌控的未來，全然接受一切即將發生的可能性。生死、成敗、去留，在更大的虛空裡，本就是流動的、無自性的，這不就是中觀嗎？那一刻，不再拉扯，手裡緊握着那支筆，卻在心裡放下了那支筆。唯識的積極變現與中觀的全然放下，在這位女性的嘆息與選擇裡，完美地融為了一體。這就是一鏡兩面的生命質地。生活中的苦難，在唯識看來，是過去業力種子在當下的變現。這恰恰意味着它不是鐵板一塊，生命並非無能為力。當下的每一個善意，每一次努力，每一個清淨的念頭，都是在為未來的生命重新播種，是在因果裡耕耘，而不是在宿命裡躺平。而中觀則在旁邊，用最溫柔的目光注視着這一切，提醒着眼前的這個困境雖然真實，但並沒有一個叫做必定痛苦或必定絕望的固定實體，它只是各種因緣暫時碰撞在一起的產物，不用被社會塞給的悲情角色死死鎖住，更不用覺得人生就此毀掉。有了唯識，能在風暴中撐起傘，升起改變的勇氣；有了中觀，能任憑風雨穿透，擁有安然相待的韌性。極盡努力而又全然無執，
這才是生命最雄渾、最通透的飛行姿態。節目最後，讓我們再次回到蘇東坡北歸的那艘船上。當落日的餘暉灑在江面上，所有的起伏糾結，其實早已有了答案。那個經歷了九死一生的老人，站在甲板上，任憑晚風吹拂着斑白的雙鬢，回頭望去，那是被貶謫了數千里的荒涼之地；往前看，是前途未卜的茫茫歸途。可是沒有悲苦，沒有怨恨，只是吟誦出那句“九死難荒，無不恨，茲由其絕冠平生”。這就是將為時的妙用與中觀的空性活到了極致。在荒蠻之地，用最大情意去生活，去耕作，這是為時的熱烈；而在心境上，不被受害者的形狀鎖住，把一生的流放看作是一場奇妙的旅行，這便是中觀的灑脫。世界本無定向，是風吹翻動，還是仁者心動？其實，當心不再試圖去抓住、去定義任何事物的時候，那個當下的江水、落日、輕舟，便呈現出了最本真的奇絕與莊嚴。此時此刻，不妨也給自己留下片刻的放空。邀請大家在下方分享那個你突然覺得不需要給自己任何形狀，只是靜靜地待在當下的瞬間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哪怕一點點啟發，也歡迎分享給身邊的朋友。法不施一分，功德便不可思議。願我們都能擁有不被鎖住的智慧，活出屬於自己的奇絕人生。